Hello， 大家好，我是西蒙 ，A.K.A 住在东京的拉面浪人。首先呢，感谢大家对上一支9州宫崎拉面冒险之旅影片留言非常的踊跃，我看了真的蛮高兴的。那支影片观看虽然还好，但留言呢比其他的影片还要来得多。那支影片真的蛮好看的，拜托推荐大家真的要去看一下，真的很好看。 看了绝对不会后悔。好啦，回到这次的影片，这次影片呢要带大家去吃5家福冈的拉面。那正如上一次影片所说，因为呢我是顺便去拍摄节目的工作，然后呢一边吃，所以呢时间其实非常有限。这次影片呢我想要尝试另外一个不同的方式来介绍我这次要推荐给大家的拉面。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请看豆走。 好，首先呢要介绍给大家的呢是在吴福町的博多元气一杯。那这家店呢蛮特别的一点是呢，它没有任何的招牌，所以呢你照着 Google 地图走到像影片里面这个看起来平凡无奇的大厦，不用怀疑就是这家哦。 好，进去店里面，在开始给大家看它的拉面之前呢，首先要讲一个非常酷，只有这家店才有的特别的规定，就是老板规定你拿到拉面之后，一定要从汤先开始喝。你如果先加配料，或先吃面，或先吃上面的肉都不行，你一定要从汤开始喝，因为老板认为他的拉面呢，汤就是他的生命。如果不能接受这一点的话，老板就会请你不要来。 我点的呢就是它最基本的配置，当然它有提供葱、木耳、叉烧全部加量的选项。我隔壁这位，它汤很好喝汤很好喝，我刚才喝一口，要学的。它的汤你光视觉上，它比起一般的豚骨汤呢，就是呈现一个乳白色的感觉。好，照规定先喝一口汤。 哇，你看这个人的表情，应该知道这汤有多好喝了吧？他真是把豚骨汤煮到另外一种极致，是它乳化，然后让你会有一种真的喝到奶香的那种感觉，完全不会有那种博多拉面大家会害怕的那种臭味，非常的香，非常的顺口，超级好喝。我是觉得老板绝对是有资格定那个规定，要求大家要先从汤开始喝起啊。它的面呢，我觉得是比一般博多拉面的极细面再粗一点点的细面。再来是这个叉烧啊，各位，它的叉烧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家解释，你光看它的画面可能没办法想象它有多好吃。它看起来只是一般的叉烧，但它其实它已经炖煮到非常软嫩软烂了。然后呢，它的肥瘦比它是带一点油脂的，比起汤底，它的那个猪特有的鲜味呢是来自它的叉烧。我觉得跟汤呢呈现出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但这样的平衡非常的好。就该怎么说，这会让我觉得是这老板计算好的。 但是呢，当我这样以为的时候呢，各位继续看下去，在博多豚骨拉面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就是剔玉，也就是加面。博多元气里面呢，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挨玉吗？是咖喱的挨玉吗？你看它墙壁上有画一个很可爱的说明书，教你要怎么吃。来了，热腾腾的咖喱拌面，照着它的说明，直接一整球丢到剩下的汤里面去，然后充分搅拌，它会直接变成咖喱拉面。好，吃一口。哇！ 我跟各位说啊，这完全是不同口味的拉面，不同程度呢会让我觉得我已经去吃下一间拉面店的感觉。大家能够想象吗？我刚刚前面形容它那个奶香非常浓厚的一个豚骨汤，加上这个咖喱酱之后是什么样的味道？它真的就会变成一个很亚沙西、很温柔的一个咖喱拉面，不咸不腻，但味道超级浓郁，哇，超级好吃。 我是推荐大家，如果吃得下的话，一定要加点啦。如果你吃不下的话，它其实也可以点半球，也不一定要一球面。好了，那这一家拥有20年历史、蝉联每一届塔贝肉骨百名店的博多元气一杯就介绍到这边，我们前往下一家。 好，休息一下之后呢，来吃宵夜。这间我相信应该蛮多人都已经知道了，因为呢，真的是观光客还有本地人都会来排队的一间店，它叫做博多一双。那因为呢，我在福冈工作期间呢，住处在这附近，所以呢，其实我已经来吃了3次了。那它是在呢博多的拉面名店宜信社里面修行出来的。宜信社呢，就是原主的泡系豚骨拉面。那这家博多一双呢，也是师承它的风格。那当然在吃之前呢，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它真的非常的臭，你知道吗？你在这附近甚至不用看 Google Map， 你就能找到这家店你真的远远的闻到那个味道，然后循着那个味道过来，你就可以走到这里。那它汤的那个猪鲜味呢，当然是比较重的，但是我觉得喝起来超爽。然后它的面体呢也是相对更正宗的那种博多极细面，可能煮个20秒就起来的那种，所以厨房里面的师傅手脚超级快。那博多一双相对来说，我最喜欢的应该就是我刚刚讲它汤的猪味非常的浓。那我知道有些人其实是有点怕的啦，但其实不用怕，它其实跟台湾臭豆腐一样的概念，就是远远闻很臭，但吃的时候你不会有感觉。我跟不少人这样讲过，但是呢还是很多人不愿意尝试。好，那既然都提到这个，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臭味。它就第一锅汤
汤下去煮之后，一直煮，煮到汤都捞起来了没了之后呢，他就直接继续用原本内锅呢把骨头捞起来，然后投入新的骨头，继续去熬那个汤。那所以呢就会呈现它这种浓浓的道地博多豚骨会有的臭味。那它叉烧呢，就是觉得相对比较没有特色一点。然后它配料呢有馄饨可以加，因为博多其实有一个很有名的食物叫做博多一口饺子嘛，在这家博多一双里面也是有卖的。那我觉得它内馅的调味是还蛮好吃的。那我这边想要特别介绍一下，我吃了3次博多一双之后研究出来的吃法。首先呢就喝汤吃面，正常的吃，然后大概吃到一半的时候，旁边有提供生大蒜，然后就用这叫什么？炸蒜机、压蒜机吗？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把蒜给它压进去，哇，那个蒜头天然的辣度，配这种超浓的豚骨汤，超爽。再来呢，就我刚刚说的博多拉面的文化，加面。因为这一天我来吃的时候，我前面还吃了一个博多元气一杯，所以我是没有加面。但也是跟大家讲一下，加面之后呢，桌上有那个星子高菜，直接加下去，除了不同层次的辣味之后呢，还增加一点酸度，会让你在吃这个加面的时候更有食欲。那当你加面也吃的差不多的时候呢，也觉得好像有点腻的时候，我跟你讲，桌上还有这个生姜丝加进去，整碗会直接达到豚骨拉面的清爽极致。我甚至是可以把汤全部喝完的那种。生姜绝对是你最后才要使用的武器。那如果有去吃博多一双，或者我刚刚讲他的师傅一信社的人呢，推荐大家可以试试看跟我一样的吃法，应该会享受到更多就是博多豚骨拉面的乐趣。好，那继续带各位看下一家。好，第3家呢，我们来到的是中州河畔。就是都来到福冈，我觉得一定要来体验一下，就是这个我在东京基本上已经所剩无几无法体验的屋台拉面。中州这边的夜景我蛮喜欢的，散步起来非常的悠闲。那这里的屋台有这么多家，我要怎么去做选择呢？那其实那时候我呢正在追广濑铃演的一个日剧，叫做《是谁看见了孔雀在跳舞》，主题曲是阿斗唱的。走りなさい、早く、もっと早く。有好嘛，反正总之呢，就是那个时候刚好那一周更新的那一话，他们有到福冈去取景。那广濑铃呢跟男主角马子 Ken 就有去吃一家屋台拉面。然后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我用手机立刻查，居然是实际存在的拉面店呢，就是这家叫做生龙，直接帮我选好要去哪一家了，圣地巡礼一下。如果有看日剧的人就会知道，哇，长得跟日剧里面一模一样。然后剧中男主在喝了一口汤之后呢，说这刷新他人生纪录，是他吃过最好吃的拉面。好像没有那么夸张啦。然后这家生龙呢，除了拉面之外，还有关东煮可以点。那剧中的广濑铃也是有点关东煮来吃。吃的广濑铃，我的爱。在大冷天吃这个关东煮，然后一边跟朋友们喝着酒讲干话聊天，真的很舒服。但屋台拉面它带给我的感受可能不是单纯味道上这么简单了，它不只是一个特有的文化之外，气氛真的非常的好。其实就是我现在正在体验的东西。我跟我的伙伴们拍摄结束之后，成群结队在冷冷天气里面，大家一起挤在一个窄窄的屋台拉面摊里面，吃这碗热腾腾的拉面。我在吃的不是拉面，我在吃的是跟我这些伙伴们的回忆，真的很温馨。所以结论上，我觉得屋台拉面它带给我味道的记忆并不是很多，但相较于其他拉面店来说，它在体验上给我的记忆是最深刻的。我觉得非常喜欢。大家如果来到福冈，不一定要来吃这家，但一定要体验看看这个独特的屋台拉面的文化。到这边，3家豚骨拉面。大家是不是腻了？我跟大家稍微整理一下时间线。一家元气杯跟一双吃完之后，隔天我就自己出发去宫崎旅游了。然后如果看上支影片，大家也知道我在宫崎吃的拉面全部都是豚骨拉面。然后回到福冈之后拍摄还是豚骨拉面。さすがね。さすがちょっときついね。我再怎么爱吃拉面，真的是1周都吃豚骨拉面，我真的也是有点受不了。所以呢，再来我要带大家看的第4家，真的是我私藏中的私藏。福冈不是只有豚骨拉面，都走。我要去吃的这家店呢，叫做博多鳥そば立てる博多鸡そば见。好了，不要废话了，赶快进去。这支影片已经全部都是豚骨臭了。泡系鸡白汤啊，各位，就我所知，这个应该是台湾人的最爱。那首先来看这碗拉面的外观呢，其实它呈现出一种很高雅、很精致的一种感觉。那喝一口汤，
来看一下这个人的表情。累积1周后的豚骨拉面，终于喝到鸡汤的人的表情。他们的汤鸡鲜味超级浓，而且它那个泡系的绵密口感呢，不是只在汤的表面才有，你喝到下面的汤呢，也一样会有绵密的口感。哦，我超喜欢喝他们的汤。我不确定这个有没有受到1周豚骨拉面的那个 debuff 的影响，真的太幸福了。不是，我没有责怪豚骨的意思。我来到福冈，我真的蛮喜欢这边的。这边比起东京呢，更悠闲了一点，而且食物都很好吃。但这以我拉面浪的人设来说，我真的希望福冈未来能够有更多豚骨拉面以外的拉面。那我可能真的会考虑移居到这边来。猪叉烧呢，就是大家平常很常看到的舒肥的猪叉烧，我觉得熟度控制的非常好，不会踩，吃起来很嫩。总之呢，这个睽违1周以上，终于喝到鸡白汤的那个感动。但我相信没有这些 debuff， 它绝对也是一碗非常好吃的拉面啊。然后呢，它除了鸡白汤之外呢，也有担担面可以做选择。那推荐大家如果来福冈已经吃腻豚骨的人，或是呢就是很怕猪臭味的那个人，可以来这家博多鸡寿把店吃这碗泡系鸡白汤。我是觉得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啦，好吃，赞赞。吃完这些拉面之后，发现上面有一家卖蘸面的，然后呢，他特别写说搞笑艺人的话不用钱，我应该算是搞笑艺人吧。好，接着呢，带大家来到第5家拉面店，也是这支影片最后一间要介绍的拉面，它叫做 Mendo Hanamokoshi。那它主要卖的拉面口味是酱油拉面啊，各位，我能够不吃吗？这家真的是我心心念念，一直想要来吃。究竟在这个被浓厚豚骨拉面占据的9州，清汤拉面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表现呢？它店的外观呢就是一个木头装修的感觉，看起来非常的低调。但一进到店里，这老板他是一个留着爆炸头的大叔，一定很酷。来，大家先看看这个颜色，这个清澈的会反光的汤头，终于看到清汤的拉面，等不及直接喝一口。嚯，再喝一口。第3口，你看这个人，第4口，第5口，要喝几口？我直接跟他讲，这汤真的超级无敌好喝，我真的不夸张，超级无敌好喝。它喝起来呢是以鸡骨为主，豚骨为辅，再加入一些煮干、煎节之类的鱼介系食材，极上清汤。真的超级好喝，然后它酱油的酱底呢下手并没有很重，刚喝进来的时候会有一个甘醇的甜味，然后尾韵会有一点点的小酸味，平衡超级棒。我几乎可以100%确定跟大家说，这绝对不是因为1周以上都是豚骨拉面的 debuff 造成的后果，它的汤真的非常强，强到我看一下4周，晚餐时段这间店只有我一个人，不对吧？不对吧？难道福冈人真的都比较喜欢喝豚骨的浓汤吗？不对吧？然后再来吃它的面，面体是细面，是老板的自家制面，吃起来非常的滑顺，而且汤的鲜味真的和它面体的小麦香融合在一起。配料非常简单，就是一片叉烧、木耳还有葱。这边我觉得放入木耳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因为博多豚骨拉面有一个很常见的配料就是木耳的丝，所以在这边看到木耳，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难道老板是想要呈现出一种它虽然是酱油清汤拉面，但我也把福冈拉面特色元素加进这碗拉面里面了。那因为它是自家制面的关系，我当然要来点它的开汤嘛。它的加面呢有很多种味道可以选，有时候呢好像还会有限定的口味。那我这次来点的是月见芋，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剔鱼加了一点酱底之后，然后上面有一颗生蛋黄，把它充分搅拌之后直接这样吃，哇，更能感受到它自家制面那个面体本身的原味。真的非常的香。那边吃呢，在一边回去喝剩下的汤，真的跟我想象的效果差不多。生蛋黄的那个蛋香，真的能够让清汤的味道回春，不管是酱油的甜度和酸度，还有汤底的动物系和鱼介系食材的鲜味，都能够因为这样被放大。推荐大家如果来吃的话，可以跟我一样点这个月见芋，搭配汤一起吃，超赞！哇，老实说，吃完这家的时候，我真的非常感动，而且是真正打从心里觉得我用这家来当做我这整趟9周的旅程的收尾，实在是太好了。我当时真的超想跟老板搭话，但他真的太酷了，让我有点不敢。所以我只有在吃完之后很大声跟他讲说：“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めちゃくちゃ美味しかったです。”好，影片在这边呢也到一个尾声了，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一次这样子的方式呢？博多豚骨拉面呢是日本3大拉面之一。那这个3大拉面的定义呢是在于一个地区它拉面店的密度。
来决定它是否是3大拉面。所以在福冈博多这个地方，拉面真的有非常多的选择。那我这次呢，就是精挑细选这5家，不管是传统的雾台拉面、原煮的泡西拉面、进化成咖喱拉面的豚骨拉面，还有呢，在福冈非常少见的鸡白汤，还有酱油清汤。我觉得这支影片当初拍完是有达到我理想的样子，就是把福冈拉面介绍的非常全面。那如果能够作为大家来到福冈，如果想要吃拉面的一个参考的话，我也会蛮高兴的。好，这支影片差不多到这边就结束了，希望大家会喜欢。那也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你看完的感想，或者是你最想要吃哪一碗拉面。然后呢，请大家真的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所有即将要来福冈旅游的朋友们。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拜拜。